4500多名福瑞线下聚会的酒店，半夜却突然遭到恐怖分子的毒气袭击，而凶手的身份却扑朔迷离。这到底是恐怖袭击，还是那些反福瑞对授权的刻意报复？2014年的12月5号至12月7号，对于普通人可能只是很平常的周六日，但对于处在大洋彼岸美国的毛绒来说，却是具有非凡意义的一次聚会。在伊利诺伊州的罗兹蒙特奥黑尔凯悦酒店，中西部售剧正在举办他们为期3天的第14届线下大型福瑞聚会，这其中就包括了第一次来线下售剧 UR 的麦克。虽说是第一次来，但平常在网上各种福瑞社区里面也很活跃。这次也见到了很多只在线上聊过天的福瑞。在满足的度过了5号、6号之后，第3天晚上，也就是当地时间12月7号的凌晨12点，麦克和朋友一起下楼抽烟，楼下还寥寥有几只福瑞在出毛互动拍照。但在麦克和朋友抽完烟进了电梯准备上楼休息的时候，却突然闻到了一股很刺鼻又夹杂着臭味的味道。此时的麦克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当他到达自己所在楼层时，发现很多房间的门都敞开着，走廊里充满了很多神色慌张的人们。这其中有穿着睡衣的，穿着兽装的，还有裹着浴巾的。他们又或是在焦急地等待电梯，又或是在往安全出口的位置蜂拥而去。直到这时，麦克才意识到情况不对劲，于是刚上楼的麦克又跟随着大部队返回了楼下。经过了短暂的等待之后，当地时间凌晨12点45分，罗德蒙斯的警方、消防员以及救护车都在第一时间赶到了酒店，开始进行现场的疏散、救援等一系列工作。消防员通过911调度获悉，963号房间有人报警称闻到了强烈的氯气味道。凌晨1点左右，消防队报告称，在9楼的楼梯间发现了一个破碎的玻璃瓶，而根据他们随身携带的氯计显示，氯含量居然高达20.6 ppm， 也就是说每立方米含有6.18毫克的氯气。而这个数值就是什么概念呢？根据我国的 JBT50439 2019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氯气的最高允许浓度仅允许为1毫克每立方米，而20.6的 ppm 换算过来约等于6.18毫克每立方米，已经远远超出了文件中写到的最高允许浓度。一位亲身经历者事后更是这样描述道：凌晨的1点04，消防员报告，氯气的来源是一个普通的玻璃瓶，里面装有白色的粉末状物质。而就算消防员在酒店大厅的露天环境中，氯计上的读数都显示为4 ppm。之后，消防员在同一时间启动了 EMS 警报，凌晨1点07分又启用了危险物质的响应警报，并在随后将现场的 EMS 警报等级提升至3级。这后面又有15辆救护车陆续抵达了现场。当时甚至有人去附近的麦当劳为那些疏散出来的福瑞买了很多的松饼，而大多数福瑞因为撤离的及时，只是眼睛和鼻子受到了刺激，但其中一小部分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共有19名福瑞先后被送往了附近的医院。有目击者称，见到消防员已经将危险物质从酒店带离了出去。在经过了漫长的4个小时等待后，凌晨4点21分，酒店向住客发出了解除危险的信号，让他们得以返回酒店继续休息。4点23分 ，EMS 和危险物品响应警报也相继解除。麦克以及在场的其他毛毛也陆续返回了房间，一切都恢复如初。天亮后，售剧的最后一天也得以顺利地举行下去。值得庆幸的是，被送往医院的19位福瑞有18名都在第2天顺利出院。事情看似就这么结束了吗？但这次事件的始作俑者的身份至今还未解开。即使当局在调查后，也没有发现一丝能证明摔碎氯气玻璃瓶的袭击者身份。警察没有任何发现，这也使得袭击者的身份扑朔迷离。而后在网上引起了很大范围的讨论，很多人猜测是某些反福瑞。他们经常在各种社区里面发帖诋毁福瑞，而只要查出他们中有谁来到了这次聚会，就知道是谁干的了。但这一切只是徒劳的猜测罢了。该对此次事件负责的凶手，直到现在依然逍遥法外。视频的最后，我也想分享一下之前我闻到氯气时的经历。前年暑假，我在某家健身房做游泳教练，期间的某一天，突然闻到一股很难闻、很呛、很刺鼻，但又说不上是什么臭味的奇怪味道。这时候眼睛也没法睁开，我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身体出现什么问题，可能是看手机太久，眼睛出现疲劳症状。而在之后，健身房开启了所有的窗子通风。这期间，我又下楼买了蜜雪冰城。回去后，刚才的症状也消失了，我也没有太在意。现在做了这期视频，才发觉那次肯定是泳池的消毒氯气泄漏，跟新闻报道中的症状一模一样。
眼睛、鼻子、嘴巴会有灼烧感，流泪、流鼻涕，还会伴有咳嗽、头晕、恶心等症状。预期的味道也在带有刺激性的同时，有一些说不上来的奇怪臭味。各位以后如果突然有这种症状，也不要怀疑是不是看手机看得久了，一定要及时的远离现场。好的，那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欢迎在评论区和弹幕发表你的看法，我们下个视频再见。